我想用来着，但是就是我的手机它就是没下载下来，所以就算了吧。嗨，大家好，欢迎回到阿巧趣味心理学。喜欢我们的话，记得关注我们哦，一起从心理角度探索趣味中国生活。阿巧哥啊，今天激动吗？今天的话题我很激动，你知道我做的那么无辜那么单纯，你完全不了解这个话题就是约会软件。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喜欢的。是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的内容吧。来吧。软件上面有很多种分类，对吧？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但是我知道不多啊，比如说探探之类的话呢，它算是找女朋友了。如果找一夜情的话呢，我们好像还有那种比较的隐私的低下的软件。我觉得是缓解寂寞吧，比如说找人聊天或者一夜情。我在上面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滑一滑。一夜情，我奈。男生就是第一个选项，我觉得可能会多一点。我觉得女生肯定大多数的还是要找男朋友。找男朋友，就是女生可能会比较看感觉吧，然后想要就是慢慢的就是有一个人陪着玩啊，有一个人陪着一起去聊天啊、吃饭啊，这样子一段关系去发展下去吧。我有一个女生朋友用的比较多，她主要就是聊骚，就可能也不想一夜情，也不想找男朋友。支持和鼓励，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的话，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不喜欢，但是可以理解。说明他们就是工作不饱和。一个人不也是从陌生到熟悉，可能只是说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在像这种大城市生活，其实也比较孤单嘛，加班又很严重，然后你下班了之后就只想回家瘫着，就不会想说再就是出来约朋友，所以你用一个软件，我觉得还蛮常见的，而且大家都是网友这样子，更容易去聊一些，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是线上比较会活泼一点，线下就比较难开口。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通过找这个聊天软件上面，然后找到男朋友，然后结婚生孩子的。我感觉应该就是找不到男朋友才会用吧。我没有什么顾虑。就是你对于他的背景会了解很少，对方可能没有网络上这么那样子appealing 那样子。好看吗？对，是的。对，我觉得是可能他在跟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他还在用这个约会软件，你可能会觉得会不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被骗钱。对，骗感情我觉得还无所谓，骗钱可能就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有可能是骗子吧？你会在网上遇到的各种骗子都有可能会发生，因为它本来只是一个虚拟的账号嘛。那就是社交网络上营造出来的形象，可能跟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不一样的呀？就是自己是备胎，就比如说他是海王，自己是千千万万中的鱼的一条。有一点一样，也有一些不一样吧，因为肯定都是因为无聊，所以才会刷这个软件。其实都差不多吧，大家都是比较无聊，就想找一个其他人聊聊天什么的。差不多吧，应该。不管男女，大家的目的应该都差不多吧？不一样，因为我觉得男孩子用约会软件肯定是找一夜情，女孩子可能就真的是找男朋友。也没什么灵魂，所以说没必要找什么灵魂伴侣。对，除非我觉得不在乎外表的前提是两个人已经足够的熟了，就是已经足够的相处很久时间，外表已经不是影响因素了。我觉得挺吓人的吧，就算是灵魂伴侣，你要是不知道他真的长什么样，万一就是像野兽一样，是不是很多胡子，然后不洗头。就是像我现在的样子。没有。你看这样，我靠，真的就是这样吧？对，可能是这样的。太有趣的人，你像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就是也不会太看重他的外表嘛。然后高晓松那种长得跟那个南瓜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形式主义的事情哎，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分开来说的，它是一个整体的感觉。你可能就是比如说看到你就觉得是一个好人，是这种第一眼感觉，可能是这个样子。我知道这个不是我们视频的主题，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部分是我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就是我的室友，你的室友通过了那个 dating 软件认识了你。是啊，然后他把你介绍给了我。对的，他就是把我带回家了，但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们就是想要看一个电影或者怎么样。
那他是个好人，然后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朋友。我刚刚来到中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帮我就是找到一些朋友。我觉得我现在的朋友基本上都和约会软件是有关系的，然后其实我现在对象也是通过约会软件寻找的。其实这些约会软件你可以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不仅仅是一些就是你的另一半或者是炮友，就是大家刻板印象用那些约会软件肯定是为了释放这种寂寞啊之类的，但是其实并不是，就是说要看你个人想要去寻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对的，然后你能找到什么样的人，然后就是说如果是比较好的人，你可能会变成朋友关系之类的，就是跟你比较契合的性格。如果你们有什么很特别的很神奇的在约会软件上的经历，或者说你对使用约会软件有更多的想法，记得给我们留言，然后感谢你的关，对的，谢谢，拜拜。